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选择的这样的一位精彩的选手哈，他的比赛 ID 实在是很有意思啊，叫做上海二锅头。我相信可能一些喝酒的朋友们都知道哈，二锅头是北京的一个地区的特产。那么它叫上海二锅头是一个什么意思呢？我们马上请进这位贺先生。贺先生你好。哎，你好，刚才还在议论您的这个比赛的 ID 哈，觉得上海二锅头挺有意思的哈，好像一般上海人喝酒不太喝二锅头，我不知道您是怎么想得起这样的一个 ID 哈。也没什么特别的含义了，就是取个名字而已，就表示自己很能喝，是吧？一些朋友一起喝酒吧。好的，好的，好。那么另外一位嘉宾呢，是来自中投天齐期货的研究员刘慧峰。慧峰你好。主持人好。哎，你好。好，我们首先呢来看一下我们的二锅头哈，这个名字真的挺有意思的。他的目前的战绩呢，在上一届大赛当中哈，位列在程序化交易组的第57位，综合积分呢达到了3.92分，累计收益率呢55%，回撤呢也还好哈，基本上控制在1/3，不到哈，相当于是18%这样的一个位置。那么最后呢，他的一个累计的收益额呢是达到了111万哈，应该说还是很了不起的。资金曲线方面呢，我们看到他也是表现出了一个这种交易的老手的一个风范哈。那么从整个的一个加入比赛1月份开始，出现了一定的回撤哈。那么也没有回撤比本金太低的一个位置，但是随后的这一路上涨呢，也奠定了他最后在大赛当中的一个排名和位置。我想问一下贺先生啊，这个当初从1月份我看到2月份中旬哈，基本上这个资金曲线没有特别积极的一个表现哈，就始终是这种盘整震荡向下这样的一种感觉。那么到后边的一个时候呢，在2月中旬之后，慢慢开始出现一个稳步的上扬。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您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或者这个是符合您所预期的吗？应该说是我的程序化交易基本上是这样一个风格和特点，就是当有行情的时候，它会增长比较快，没有行情的时候，它会小幅逐步的回撤，所以整体上讲，在大的交易周期里面来看的话，就是说回撤的时间是占大多数的，但是回撤的斜率和幅度相对出来是比较小，然后当有行情的时候，它会上升的很快，所以整个的话，这一段的走势其实也是我整个平时交易走势的一个缩影吧，就好像分型一样哈。如果说我们看到一个大的资金曲线，可能和这个表现也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吧？对，没错。我想问一下贺先生，那么在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曲线形成的过程当中，您是有一个增减仓位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存在吗？相当于资金管理是作为一个独特的部分嵌入到这个系统当中，还是说您每一次是因为行情的一些幅度大小的一个变化导致这个资金曲线的发生？这个就是首先它肯定是跟行情有关的。这个行情的特点的话，我已经把它嵌到这个交易模型里面去了。也就是说，我在交易的设计思路当中的话，我会回避掉一些大幅的波动。那么当这个，因为我是多品种是分散化的，对。那么当这些品种整体处于回撤的时候，我会有一些识别的一些信号，然后这个信号出现的时候，它会降低持仓的品种数量，降低持仓的份额。好的，那贺先生，我想问一下，您做交易有多长时间了？这个断断续续的话，应该可能有10来年了吧。哇，10来年了，那您真的是对，就是但是比较成规模的，就是比较持续的，而且采用程序化来做的话，大概有3、4年这样。3、4年，目前自己觉得这个信心啊，包括整个的这个过去的一个历史业绩表现怎么样？整体上业绩是非常不错的，我自己也还是比较有信心。现在就是说，因为这个系统已经不断的优化，经过几年运行下来的话，我基本上心里有数了。就是当它出现回撤的时候，其实我也基本上不会心慌。就是不会出现很大的实质性的崩盘风险，这个基本上是没有的。因为这个期货其实很多做期货比较精通期货的人认为这个期货市场的风险其实比股票要小一些哈。我不知道您是不是有同样的看法？我也这么看。其实风险这件事情的话是这么看的，就是说，如果你能控制风险的话，其实衍生品的风险也很小。对。但是如果你不能控制，其实股票的风险也很大。我是这么说的。连续跌停没有流动性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很难受哈，应该说是。
它不只是难受，实际这种风险比期货市场的风险还要大。我对此深表认同。好，那贺先生，我想问一下，您交易了10几年，那整个从最开始的主观交易到现在的话，您觉得目前来讲，您的这个账户的收益率哈，大概1年的这种估算，还有包括这个回撤大概在什么位置？这个可能不一定能算出很稳定的数字，但是我现在大概像最近3年的话，我大概每年的收益率应该在50%到80%平均下来。回撤呢？这个资金的最大回撤能有多少？最大回撤就是如果从那个最高点往下算回撤的话，有时候也会回撤到30%左右。最高点回撤30%，这个回撤哈，我个人认为还是有改进的一个空间的，因为这个毕竟还是有点大哈。贺先生刚才也是提到了哈，其实我相信您的这个交易逻辑应该不是很复杂吧？比如说是不是比如均线的一个系统，或者是一些突破的一个系统，就能够构成您的交易的一个基石了呢？主要是靠这个多品种的一个分散来进行的这样的一个回撤控制。对，就是我首先是多品种的话，实际上也是为了降低回撤。对。然后呢，就是对于这些单一品种的做单子的时候，实际上我依据的还是趋势类的系统。明白了。这次股指期货的一个这么严格的一个限制，对您的交易有影响吗？因为我是多样化的，所以影响不是很大。就是我已经把股指期货从我的交易里面剔除了。剔除了。对。哎呀，听着好伤心哈！原来这么生机勃勃的一个品种，现在生生的变成了一个植物人哈，这种感觉。好，那再跟你讲的一点没错。好的，好，那我的搭档呢，张雪松也是一直在我们的连线当中哈。我不知道雪松跟2位嘉宾有一个什么样的探讨哈。好的，那我来问一问贺先生。贺先生你好。你好。你好。那我们看到，其实今年由于商品期货的波动率逐渐有所下降呢，往往在商品期货上做趋势跟随的很多的账户呢，并没有出现明显获利。但我却看到您呢涉猎过的品种，从数据上看大约有20多个，其中大约有13个都是实现了一个正收益。那么我想问一下，那您在商品期货这个趋势跟随上用的周期大概怎样一个周期？然后整体的思路大概是怎样的？是不是跟别人有所差异？我想首先周期的话，因为我是偏长的，我看的是日线。日线。对。然后就是说，如果说我跟别人的区别，我想可能有很多人做程序化，他是精研一个品种。那么我的话呢是筛选品种，所以我会在这些市场所有的有流动性的产品里面，就去做一些筛选。筛选的话，那么我认为这个是一个有利的机会，我才会介入。所以我并不是，就是我介入一共做了20多个品种，但实际上我同时在持有的基本上是在5到10个这样子。也就是说，我20多个品种并不是同时持有的，这个中间是我经过筛选出来的。那这一点我觉得就非常有价值了。那么首先呢，您刚才说到了您是关注日 K 线，那您的这个程序化出发，难道是以这一天临近收盘的时候这个位置是否确定才最后入场吗？这个有几种做法。那么我基本上采用的是，我认为信号出现了，它就触发信号。然后到收盘以后再确认，是这样的。明白了。好的。那另外一点，刚刚您说的筛选，我觉得这更加是一个您独有的这样一些思路了。那您的筛选用什么办法呢？就排序一下成交量吗？还是怎样呢？不是这么简单。我其实也是用一些指标在筛选的，就是把这些写模型的思路，把它指标化以后，然后嵌入到这模型里面去。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筛选，就是说这段指标。这一段里面它没有行情，它是不会触发的，它是空仓，对这个指标是空仓的。等到它符合我的触发条件的时候，它才会对这个品种开始持仓。那您的这种数据的筛选是，难道比如说连续错了多少次就开始做，或者说概率比较低了之后，它可能又会概率往上增长，这时候才开始做，还是说完全就也是基于 K 线来做这样一个筛选？基本上还是以 K 线突破这样的一些规则吧。也就是把这个相应的入场呢
规则设得更加的严格一些，更加的细。没错，没错，基本上是这样的。好的，那么非常感谢贺先生这样一个分享，应该说的他的这种趋势跟随是有自己独到的这样一些特点。好，我最后想问一下，也就是贺先生目前的这个管理资产规模有多大了？因为我看到你上一次比赛的这个盈利应该还是不错的。我参加比赛的是我管理的其中一个账户，我其实管理规模也不大，我手里面就是有几个小账户吧，类似于这样的账户，这大概一个账户就是几百万这样子。但是目前总体来说，应该说大家可能对您的这个管理能力还是比较满意的，是吧？因为有一些资金都是来自朋友的，我不是职业投资人。哇塞，这句话说的实在是让很多人羡慕嫉妒恨啊！觉得这个不是职业投资人，每一年还能取得这么好的一个业绩。以后也希望这个贺先生如果有机会，比如发行一些阳光私募的时候呢，那么其实也是可以把自己的这个管理能力向更多的人进行一个展示。好，非常感谢今天两位嘉宾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我觉得妙趣横生这样的一个对话，也希望贺先生在我们新一届的15到16赛季的大赛当中能够继续的大放异彩。好，谢谢两位嘉宾。